众所周知，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管是曾经多么恩爱的老夫老妻，也早晚有一天会到需要以论迹不论心，论心无完人来为自己拿可能做过，也可能没做过，可能有，但也可能没有。虽然说不清楚到底有没有，但也绝对不会承认的薛定谔的精神出轨，进行苍白辩护，只为证明自己绝对不是应该被站在道德制高点狠狠压制的那一方。我十分的鄙视这种敢做不敢当，敢摸不敢上的懦夫行为，所以懦弱之举我绝不姑息。为表以身作则，我就敢大胆的承认，我前一阵子不但精神出轨了，甚至连肉体都狠狠的放纵了一下子。真是的，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前一阵子，也就是 OP09 发售以前的那段日子，因为08环境我实在是玩腻了，所以就想起来我还是会玩 DTCG 的。你等会儿，你不是要讲你出轨的事儿吗？啊，是啊，我这不正讲呢吗？因为 OP 那会儿实在是没啥新东西，你们知道吧？所以我就看上了隔壁的那几条妖娆的大虫子。不是哥们儿，你玩了个别的 TCG， 就是你出轨的故事啊？不然呢？你忘了这期的标题是 TCG 杂谈了吗？又不是爱情保卫战，你不会期望我讲的是我跟我老婆的故事吧？想的倒挺美。行了，别打岔了，让我接着说。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我之前是个开剧本杀的。疫情封禁期间，我迷上了数码宝贝卡牌对战 Digimon Card Game。嘿操，瞧咱这标准的二环内伦敦音。除了我们00后呢对于数码宝贝的童年滤镜以外，游戏玩法确实比较新颖，也是非常有吸引力。最关键的，它是简体中文版。倒不是说繁中看不懂哈，只是觉得简体更亲切。没有了语言的障碍，也是极大程度的降低了学习成本，避免了边查边玩的尴尬问题。上手简单，玩法有趣，最主要的看得懂。紧接着，很快我也是玩到了越来越多的中文化的 TCG， 比如 PTCG 的简体中文版，航海王卡牌的简体中文版，游戏王的简体中文版更是比这些都还要早2年。包括之后的影之师简体中文版，碧蓝航线的繁体中文版。我幼儿园就玩的 VG 还专门出了个简中环境叫 VGC， 连我认为最不可能中文化的 WS 也是推出了简体中文版。UA 也有了简体中文版的明日方舟系列，我还组了一套红色龙门，甭管能不能赢，反正我想喝陈丝的洗脚水。明年已知的还要推出的迪士尼洛卡纳的简体中文版，高达 TCG 的简体中文版更是直接全球同步上线。基本上除了万智牌在退出中文市场，连原神的七圣召唤都要来集幻式卡牌市场中凑凑热闹。坏了，这下不得不原神启动了。2022年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简中元年了。从2022年开始，各大集幻式卡牌的简体中文版实现了井喷式的爆发，众多简中 TCG 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俨然一副如日中天、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美好景象。如此美好的景象，我也是触景生情，让我这种原本就多愁善感、容易怀旧的人，忍俊不禁的回忆起曾经那些在中文集幻式卡牌前进的道路上几经波折，但最终还是被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们。如果不是这些先烈们不断的在努力尝试、坚持不懈、趟平道路，也不会雇佣出这么一大堆的新型后浪。那么本期 TCG 杂谈，咱们就来一起缅怀一下那些因为自己作死，最终真死了的中文集幻式卡牌们。游戏王作为目前拥有最多参加人数的 TCG 锦标赛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世界3大 TCG 之一，目前已经拥有了多达10余种的语言版本。除了咱们熟知的日语 OCG、英语 TCG 以及目前势头正旺的简体中文版，甚至还有像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以及鄙视链底层的韩语，都是游戏王在努力发展的方向。而如果你去网上搜索游戏王有多少种语言版本的时候，你会惊讶的发现，这里面居然会有繁体中文这个语种。我估计不少这几年才加入游戏王的玩家，别说见过没见过了，估计听都没听说过游戏王有过繁体中文。我要拿出来这么一张繁体中文的卡，估计都会怀疑这是盗版卡，然后我再给你展示下价格，估计眼珠子都会掉地上。再耿直一点的可能会说，假卡都能卖这么贵了？虽然自制的效果确实不错，但是应该不会有人真的去买吧？你别说，早几年还真的是有大批人趋之若鹜。相较于2020年游戏王的简体中文版才正式发售，繁中版本的游戏王其实早在6年前，也就是2014年就已经正式发售了。虽然是早早的就已经不再生产，但是这才是历史上真正的第一次推出官方的中文版本，收藏卡不算。而关于大家的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其实一说是繁体中文版，大家应该也能明白其中的道理。繁体中文版发行之初，也主要瞄准的就是港台市场，大陆内部更是没有专属的代理。各大门店和经销商如果想要申请进货或者比赛，甚至需要去专门申请个香港的决斗 ID， 否则只能找黄牛议价拿货。是的，刚开始还是会有议价拿货的情况的，毕竟是第一次出现本土化的语言，甭管东西到底怎么样，当时的绝大多数玩家还是想着繁体中文版的游戏王到底是个怎么个事儿？谁叫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呢？就拿我知道的最早发售的繁中 SP01 举例吧，我也曾一度懊悔自己没有买到当时最早一批的繁中 SP01， 没有赶上时下最新的时髦，让我感觉自己这个文艺青年瞬间变成了一个土鳖。而当时繁中的 SP01 也还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 SP 包，它叫决斗始动包 Start Pack，这起名的方式就很机车有没有？其实就是刚开始玩用的包的意思，日版原来没有过，因此也是吸引到了很多人浓厚的兴趣。之后没过多久，繁中也是对玉组 SD25 青眼轰林进行了1:1的复刻，这里不但有大家最爱的青眼白龙，更是有张强力单卡增值的 Z 同步发售。要知道当时日版的 G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游戏王里的硬通货，一张230、340均属正常现象，再加上玉组里还真有不少的试用单卡，而售价却只要65元，直接让市场上流通的 G 严重不足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很快又是没多久，繁中公
公布将要发售黄金盒2014，并且中文与日文卡池完全相同。我的个乖乖，三幻神带着四蒸笼闪亮登场啊！而且还是在黄金盒里。要知道，黄金盒的一大特点就是里面的卡都是金边配色，这闪闪的土豪金，直击排老钱包。很多人甚至此时才发现，原来自己玩了这么久的中文游戏王居然都是盗版卡，于是纷纷嚷嚷着补票上车，只为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正版游戏王。繁中游戏王一时间真可谓是风光无量。此时的繁中游戏王就像钱钟书中写到的一样，繁体中文游戏王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都想进来，因为城里的人真会玩。就在繁中一片向好，大家纷纷猜测之后繁中会怎么出卡，来追赶日版进度的时候，一道晴天霹雳突然袭来，繁中游戏王要从801开始出。可能不玩游戏王的小伙伴们不知道，他们当时决定从801开始出是个什么概念哈。我用最简单的话讲，就是日版的801差不多是在当时的3年前发售的，彼时的赛事运营体系还不像现在这般成熟，再加上繁体中文本身就是在瞄准港台地区为主要目标用户，所以大陆地区你是完全见不到会有单独的繁体中文环境的比赛的。接着就是因为大陆地区受到日版环境影响，基本玩的都是日版的 OCG 环境，但是因为美版 TCG 单卡往往不管是从盒子还是单卡都会有更高的利润空间，所以往往各地自己的卡店办比赛的时候，除了会禁止使用盗版卡以外，其他卡一般是不限制使用语言版本的，所以你会看到一副卡组里面有日文、英文、意大利语均属正常现象。那此时的繁中一下就出现问题了，即便我买的是繁中卡盒，拆的是繁中卡，我还是照旧要去玩日版的 OCG 环境的。美版出卡虽然比日版出卡要稍微慢一点，但是一般最多也就慢个1个半月左右，即使不需要多久，日版新卡就来了。但是因为只差1个盒子，所以对价格的影响不会很大，该玩照样玩。但是繁中这一下是慢了3年呀，3年啊！你知道我这3年怎么过的吗？你现在要我回到3年前，怎么可能呢？当时的游戏王 OCG 版本已经进入了第9期好一阵子了，此时你再推出第8期的单卡，很自然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排老拆盒终究是为了打牌的，我刚开始可能会为情怀买个单，但你不能永远让我用情怀买单吧。第8期和第9期听起来可能就差1期，但是这个1期就跟原神的 1.0 到 2.0 差不多，看似差1个版本，但其实里面差着 1.1、1.2、1.3 这样的好几个小版本呢。801出的卡早在时代的浪潮中被基本淘汰了，里面的卡也大多数都已经不再被使用，也就是说没有价值，你却还要卖我跟当年一样的价格，这不是纯扔钱吗？于是牌老们纷纷大呼，这冤大头爱谁当谁当，反正我不当，这玩意儿又不是老古董，还能越放越值钱的。很快繁中游戏王就陷入到了尴尬的死循环，出的牌太老，玩家不买账，店家就要压货，店家压货就会对官方失去信心，对官方失去信心就不会再找官方进货，没人找官方进货，官方生产的货就卖不出去，没有资金回笼的，那资金链早晚得断，资金链一断，走向消亡也只是时间问题。最终2016年初，繁中804发售完毕之后，游戏王繁体中文版正式停产，一场长达2年的小圈狂欢正式落下帷幕。其实繁中游戏王出现的问题不止这一点，比如最被大家诟病的有2点，第一个就是卡质问题，繁中使用的是韩版印刷，而韩版印刷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卡质偏软，容易折损。因为日版的印刷工艺是正反2张纸然后压在一起，韩版则是1张纸的正反面，少了1张，那卡片硬度自然也是有所降低，同时油墨味极重，打开包的一瞬间就能闻到非常重的油墨味，以至于区分是不是正版繁中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闻味，这是因为韩版使用的是再生纸，也是卡质偏软气味很重的主要原因。第2点就是大家广泛吐槽的繁中翻译问题，803中有这么一张卡，咱先放出来日版，看看有没有懂日文的朋友翻译翻译，看看叫什么。 CNOCG 的翻译叫做多为同族劲敌，这也是普遍觉得比较合理的翻译，官方简中是这个翻译叫超量同门对手，两者翻译差别确实不大，意思也基本相同。咱们再来看看繁中的翻译，超量民族风。不，这哥们儿老实告诉我，你们内部是不是全是凤凰传奇的粉丝呀？这翻译里除了前2字挨着，后面这个民族风，您能告诉我咱们是怎么翻译出来的吗？哪儿跟哪儿是挨着的呀？这过于夹带私货了吧？然后就是经典的效果错误，来看这2个穿防怪，若其守备力超过攻击力，我严重怀疑这帮翻译没玩过游戏王，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若其攻击力超过守备力。哥们儿，这怪守备力是0哎，你不觉得守备力超过攻击力有点难吗？还有先是遗产水晶骷髅头的这个，把卡从手牌加入手牌。哥们儿，你要不要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正确的应该是从卡组加入手牌，实在不行咱翻译成甲版，我也知道是个啥是吧？手牌加入手牌，真有你的。诸如此类的错误还有很多，不过时间太久，我有点找不到资料了。大家知道繁中的翻译问题，一直到它停产都在被大家吐槽就行了。现在回头去看繁中游戏王的发展之路，虽然在现在的咱们看来，其实有很多问题都是很轻易就能解决的，但是在10年前，不管官方做什么事儿，其实都是他们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也均属正常现象。也正因有了先前的失败，这次简中的推出多少是吸取了些教训吧。当然，我猜科乐美子也没想到。繁中停产之后，反而繁中卖得更好了。我想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99%以上的朋友可能会非常疑惑，这是个啥玩意儿？我怎么听都没听说过。确实啊，当我决定要讲讲 DN 这个游戏，并开始在网上搜集素材的时候，我的天，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巨大的阻碍，因为能搜集到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各大网站上，我甚至连这个游戏的宣传 PV 都没有找到，只找到了背景里的这么个游戏的教学视频。游戏的官方网站也是早就已经停止运行。要想找到高清版的卡图，甚至只能找到百度百科里的这几张，或者是当年贴吧里大家帮忙转载时发布的这些日版高清图了。虽然这里面的大部分卡还没迎来他们的汉化，咱们就已经没有
机会再见到他们了。但是咱们单从卡图设计上来说，在2015年时，那绝对可以说是有着非常上乘的原画质量了。同时，很多实卡的工艺质量，哪怕是以现在的视角来看，也绝对是能媲美很多大厂产品的。我正好手里还有一些当年的收藏，可以给大家拍出来看一下，大家应该能透过我拍摄角度的反光，大概其的看出来一些卡片上面的纹理吧。我猜有些朋友看到了可能会说啊，这也就那么回事吧。你看看现在哪个 TCG 不都是一堆一堆的特效纹理满天飞，看得我眼睛都要光污染了。这弄点花纹，整点烫金，早就人家玩剩下的了。我承认你说的很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卡已经是2015年，也就是将近10年前生产的了。也就是说，这些卡已经在我的本里待了快10年了，所能呈现出的效果并不算差吧。并且10年前的同期其他 TCG 使用的又是什么效果呢？同期的 WS 一盒里面只有1张闪卡，甚至连 SR 都是平卡，闪膜都没有。同期的游戏王做给金边的黄金盒已经是很高的诚意了。同期的宝可梦应该是一叉时代，高喊的主要区别应该就是各种各样的闪纹，上面基本是摸不出什么纹理效果的。VG 应该算是当时做工不错的卡牌游戏了，但是那时的 VG 应该在饱受强度失衡，被玩家谩骂的困扰。万智牌就更不用说了，能闪就是我们最大的努力了。因此放眼10年前的这些卡牌游戏的工艺设计， DN 确实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你要说只是做的好看，那肯定是没什么用。一款游戏到底做的好不好，咱们还是要去体会它的内核。这里先容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DN 这款游戏。 DN 全名简中译名为众神无惧，是由日本角川书店和 Group SNE 于2015年一起合作发行的一款集幻式卡牌游戏。游戏背景里以各国神话故事里的神为主题，描述了一群能将神具象化出来的人们之间的对决的故事。游戏主打的一个概念叫做 Cross Counter Systems， 中文直译叫做交叉计数器系统。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这么翻译，毕竟当时我们也不这么叫。其实通俗的讲，这个什么什么系统，就是双方玩家共用回合的一个概念。游戏内没有明确的先后手的区分，需要每个回合重新决定先后手，然后就是一个大回合内可以分成若干个小回合，双方都没事做了才会一同结束这个大回合。这个概念虽然在 TCG 里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其实早在各类桌游里就已经广泛使用了。所以我一直觉得他们老说自己是 TCG 中的原创，多少有点钻了空子。这种模式在最近的七圣召唤中也是得以传承，只不过七圣召唤的先后手还是采用的比较传统的轮换模式，这点 DN 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然后我一直觉得我为什么这么爱玩 OP， 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我觉得 OP 中有很多元素跟 DN 有些像，比如有血量的摆放、费用的体系，进攻时可以交边防守，有领袖和颜色的限制。可能比较大的不同是进攻时也能交手牌变大，这点可能更像龙珠或者碧蓝横剑。然后虽然也是领袖或者英雄，正主应该叫神请术士来决定卡组颜色，虽然每个领袖只有一个颜色，但是一套牌是双领袖，有2名领袖共同决定你卡组的颜色，这就比 OP 的单领袖要灵活得多。而这些都是我在9年前就玩到了的东西。然后迪士尼的洛卡纳，它里面的费用是将手牌背着朝下变成费嘛，这跟 DN 里面费用产生的概念也有一些像。DN 的费用产生是从卡组上方以背面朝下的形式将一张未知的卡牌变成费用，跟洛卡纳的主要区别就是一个是已知，一个是未知。你要说这2点上哪个的设计更有优势，那肯定是已知的对对决的帮助更大。但是 DN 之所以这么设计，是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系统，叫做神抽系统。游戏的任何时间点，你都可以随时把没有使用的费用拿进手牌里，将它变成战斗力，所以它必须是未知的。这点就极大程度的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和博弈性。在万智牌里，留费也顶多是发动其他的法术，留几费能干几费的事儿，大概其都能推测出来。而在 DN 里面，对方留了一大堆费，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了用法术，还是要把他们全都抽上来然后打出去。因此 DN 的对局可以说是每时每刻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是舍弃一定的运营去追求爆发，还是放弃当前的防守去打长线，策略博弈都很多样，确实是我当年最喜欢的 TCG 之一。之后简中 DN 是交给了天文角川和名家数码。天文角川你就当做是角川书店在国内的公司就行，跟宝上海差不多的概念。名家数码就非常有来头了，当年大部分的卡牌代理商都是名家数码，比如万智牌、游戏王、武士道的大部分 TCG， 比如 WSVG， 现在的 PTCG 名家数码也是主要代理商之一。这个组合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强强联合，角川自己旗下的子公司配上内地当时可以称得上是最有经验的代理商，加上 DN 本身精美的卡图设计以及有深度的玩法设计，这款游戏应该说想不火都难。但听我这么说，那一定是迎来反转了，要不然我现在可能就是一名 DN 主播了。2015年日版 DN 推出第一弹之后的一年，也就是2016年，简中 DN 便开始推出。彼时的国内市场可以说牢牢的被游戏王、万智牌和宝可梦这3款主流 TCG 所把持着。就拿我们北京举例，万智牌店最多，然后是游戏王，跟万智牌比大约也就万智牌70%的量吧，最少的是宝可梦，可能只有3-5家在坚持做。然后就是各类细分的小游戏，比如 VG、Z-W 等。首先是作为新晋游戏，知名度上一定是无法和这几款老 TCG 相提并论的。那如果想让大家对你产生印象，增加了解，就必须要有更大的推广力度，可以是增加更多的曝光，比如组织更多的试玩会，雇更多的推广专员去推广更多的合作店铺，在更多更大的平台进行投流，这些都是可以的。不过显然2016年应该是没有这些现代化的手段的，于是很多新款 TCG 其实都会学习游戏王，推出一款自己的推广动画，让大家在追番的同时就把自己给认识了。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VG 卡片战斗先导者， Z 叉异界群敌， W 叉选择感染者，包括角川家自己的另一款
TCG。AV 圣洁天使又名洗澡天使也是推出了自己的动画新番，而我们的 DN 显然是没有这个待遇的。虽说一款动漫的制作成本不能算是很高，但是也绝对不能说很低，并且因为 DN 本身对世界观的设计又确实比较庞大，一旦没做好烂尾了，反而会变成反向的推广效果也说不定。再加上经费应该是都拨给 AV 了，那吃剩菜长大的 DN 自然不配享有同等待遇了。那要推广一款 TCG 应该怎么办呢？说实话，我印象里当年好像是由名家数码的业务专员给所在地的已经合作了的店家挨个打电话进行推销，如果老板感兴趣，那就去上门教学一下，学完之后觉得不错，那就可以进化成签约店家了。之后就会有一些奖品扶持、宣传海报、人物立牌，可以让你摆在店里，让大家都知道你们店有 DN 这款游戏，到此就完事了，就可以去准备下一家了。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又总觉得差点什么，但是又想不出来差在哪里。来，我告诉你差在哪儿了。官方的推广就只停留在了商家端，而至于玩家端的推广跟我们官方有什么关系？那不是你们店家的事吗？时至今日，我在天文角川的微博下面只搜到了一条关于 DN 的消息，还是决定引进的消息，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凸显寒酸。相比于这个，送的礼品可以说是更加寒酸。转发微博送体验包。什么是体验包？一般你参加试玩会放在桌上教学用的那个，然后体验完之后一般会送你一些特点卡或者一些特殊的正式牌什么的，体验用的那个你就可以扔掉了的那个体验包。对，他们甚至不愿意送你正式版本能用的卡，可能是怕你万一真的想玩了的话影响销量吧。在发完这条微博之后，你就在各大平台再也见不到任何关于 DN 的消息了，甚至都没有将 DN 教学视频的汉化版本发布到国内的平台上，更不要提专门去做一个更符合中国宝宝体质的简体中文版教学视频了。官方也真是贴心啊，怕你看完规则之后觉得不好玩，硬性要求你必须找店老板学习，然后我为了找素材真是费劲巴拉，我也是贱得慌。说实话，如果这样就可以称作是宣传推广了，那我也认识这么多店家，跟红发一样甩个面子，我也可以去做独家代理了。很快这种宣传模式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首先是一步一步的电销和地推，本身推广效率就非常的低下，再加上各个店家虽然很可能会卖你个面子进一点货，但是正常情况下人家都有自己的主营项目，你个新项目又没人知道，规则还复杂，教起来还累，还不一定能挣几个钱，久而久之市场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代理电话打光了，就没有新店家加入了，而老的店家又没有多少愿意把精力放在教学推广上面，也就没有新玩家加入了，没有新玩家加入，店家进的货就卖不出去，货卖不出去咋办？低价便宜卖呗。所以市场上很快就出现了烂价的原盒，现役的玩家也就不愿意再去买原价的盒子了。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当时有张比赛才能获得的 P 卡，我费劲巴拉打到一张，然后闲鱼上5块有的是人卖。在这种市场行情下，第二弹销量不好也就是可以预见到的了，简中的价格迅速崩盘，再加上日版 DN 因为第二弹时强度设计的失衡，后续设计很难平衡回来，于是很快的整个项目被砍掉也是必然的结果。不过我觉得角川不会设计卡牌应该已经是件大家公认的事情了，毕竟这么多年我听到的角川的最大的新闻就是他们砍掉了整个卡牌部。永恒之轮 TCG 是由广州千旗动漫开发，由奥迪创造玩具有限公司制作，由2009年1月1日发行的国内第一款原创集换式卡牌对战游戏。上来就介绍的这么冠冕堂皇，其实因为我确实没玩过这款游戏，也对这款 TCG 没什么印象，至少我小时候一定是没见过的。我见过 DNF TCG， 我都没见过永恒之轮。但是老话说得好，歌不在江湖，但是江湖上依然会流传歌的传说。我就是有一天逛 B 站的时候，突然在首页刷到了这么一条视频，曾被誉为最好的国产 TCG 永恒之轮的衍生漫画永恒之轮。我先是惊讶了一下，为什么11月给我推了个7月份更新的视频？咱们 TCG 圈子的更新产出就这么少吗？然后我是惊讶了一下快3个小时的时长，阿 B 不会真的觉得我能看完吧？于是我就点了进去。出家人不打诳语，我确实是没看完，可能看了几分钟就看不下去了。能看得出哥们的视频真的是做的很用心，必须得点个赞。但是我是属于会支持尼克松当选的那种人，听感确实欠佳。不过这勾起了我对这款卡牌游戏的好奇心，毕竟09年的游戏，这漫画估计也得快10多年前的了吧？2024年了，还有人心甘情愿的去为他们出视频讲解剧情，想必这款游戏当年也一定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而恰好评论区就有一位老哥发出了他当年的一些永恒之轮的收藏。从这些照片中咱们能看出，作为一款09年发行的游戏，卡牌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感觉有好几款游戏的影子在里面，而且画风还很多变，有东方的有西方的，感觉这应该也是游戏的一大特色了。保不齐又是一款跟 DN 类似的各国神话大战的背景设定呢。带着对于这些问题的疑惑，我打开了百度，开始搜索有关永恒之轮的相关消息。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说实话，瓜比游戏有意思，感兴趣的朋友也不用专门去搜了，不感兴趣的朋友也别退出，就当听个乐了，耽误不了2分钟。当然，如果能顺手点个赞就更好了，嘿嘿嘿。永恒之轮作为国内的第一款原创 TCG， 说实话，它所取得的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可以说比现在的很多 TCG 的成绩都要喜人。除了本部所在的广州受众极广，最北甚至已经推广到了黑龙江、哈尔滨地区，可以说是已经基本横跨全中国了。比赛的赛事体系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完善了，周赛、月赛、国冠赛，是不是跟现在的积分赛、预选赛、秋季决赛相得益彰？广州本地由官方举办，各地由各地的经销商举办，玩家通过各地的小比赛一点点积攒积分，最终走到国冠赛的舞台。这套现在都还在沿用的赛事体系，也是很大程度上的助力了永恒之轮的推广，玩家玩起来的代入感和成就感都是相当的充足。我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时，透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当年玩家们的热情，直到已经停运了这么多年以后，还有人在不断
怀念它，可想而知当年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我也琢磨过为啥当时北京我没见到什么玩这款游戏的朋友，思来想去可能是因为没有万智牌或者游戏王挣钱吧，店家不愿意做。我查到了当年的价格差不多是在预组20多，补充包100多，所以单就永恒之轮的利润度来说，可能很难维持北京这边的高额房租，也就很难竞争过万智牌游戏王的市场占有率。但是我不排除北京还是有做永恒之轮这个项目的店家的哈，只不过因为我住在海淀中关村附近，作为一个孩子自然不能跑特别远，只能在周边活动，再加上附近有人大、北大、清华，还有这些学校的附中，所以这一片瞄准群众市场的商家也多，房租自然也就很高，因此需要找更赚钱的项目。毕竟店家也不是搞慈善的，肯定什么挣钱我做什么项目，对吧？但也就是因为挣钱这2个字，最终毁掉了永恒之轮。曾经的永恒之轮可以说是火遍全国，据说黑吉辽等地的中小学生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之后的国冠赛还在哈尔滨举办过。一款南方产的游戏愿意跑到北方来办比赛，也足以说明官方对玩家热情的自信。玩的人多了，那对于卡的需求度就高了，需求度高了，单卡价格自然就会疯狂上涨。据说当年卡组的核心卡涨到100多一张均属正常现象，甚至在这种情况下都还是供不应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面对如此高的利润，自然会有人铤而走险，动歪心思。毕竟卖几张卡就能有1000元以上的利润，要知道10几年的人均工资才多少钱呀？于是就出现了永恒之轮的业务员大规模盗取库存单卡出来售卖，更过分的时候还出现了仓库管理员监守自盗，把没发售的盒子偷出来进行售卖的情况，官方偷跑了属于是。如此恶劣的现象自然也是引起了广大玩家和店家的不满，于是就有组织的向官方进行举报，希望严惩这类现象。可没想到官方却以无证据为由，拒绝进行调查。妈耶，盒子都摆在那儿，你跟我说无证据，咋箱子自己飞我这儿来的是吧？于是就有店家为了收集证据，通过钓鱼执法的手段，终于把人调了出来，并收集到了证据，进行再次上报。这次你不能说我证据不足不予调查了吧？结果官方在收到证据之后，也只是发了个公告，说将这些人处理了就结束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不，这都是小打小闹，真正故事才刚刚开始。2014年，广州汕头的一家传奇网店横空出世，店内所有的永恒之轮稀有单卡一应俱全，并且量大管饱，价格极低，想组什么卡组直接找这家店就好了，你想要的它都有。当年的永恒之轮8的吧主也是从2013年就跟所有店家共同定下了约定，永恒之轮的卡包在线上不能低于官方定价的9折出售，一经发现官方就会下场处理。可这个商家被多个商家多次举报，依然我行我素，没有出现任何的改观，甚至后来官方推出了一些和杂志捆绑一起销售的书卡，还成为了这家店的独家单卡，让你想找别的店家买都没办法买。这几波操作下来，任谁都明白其中的缘由了。果然经过大家的调查核实，这家店的背后靠山正是当时的永恒之轮的项目经理。被发现之后，这名项目经理干脆也就不装了，摊牌了，直接就亲自站台为他这位善台朋友导流。很快这家网店直接跃跃成为最受永恒之轮玩家欢迎的网店，90%以上的玩家需要什么单卡都是直接来到这家网店进行购买，一时间风光无限，几位老板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市场上好不容易稳固的单卡价格迅速雪崩，很多单卡价格跌到了曾经的1/3甚至1/10，玩家也不会再去店里开盒了，毕竟网上这么方便，我为什么还要去开盒赌我想要的卡呢？这种现象发生之后，最先扛不住的一定是认真做这款游戏的店家，自己辛辛苦苦拉进来的客人，还要为这款游戏宣传，为他办比赛，结果全都为这家网店做了嫁衣，自己店里的货物卖不出去，手里积压的盒子没有销路，但是店家还要生存呀，那该怎么办？只能放弃这项业务，转去做其他的业务来维持生计。而玩家们最开始还以为自己占到了个大便宜，这么廉价就能收到自己想要的卡，结果一回头连自己能玩的地方都没有了。刚开始还能靠自己的热情简单维持，但是失去了赛事的支持，热情的消退也只是时间问题。玩家不再消费，店家不再进货，官方生产的货物自然也无法处理。很快生产商奥迪双钻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果断撤资，最终一代枭雄永恒之轮就此陨落。现在回想当初的仓管事件，你要说背后没有官方人员的推波助澜，我是不信的。正是人心的贪婪，将这款曾经最优秀的国产 TCG 一步一步推向毁灭，很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杀鸡取卵。而咱们细数这几款游戏的消亡，最终都脱离不了钱这个字，有的是因为不赚钱被放弃，有的是因为太赚钱被榨干。不管是什么原因，官方团队都是难辞其咎。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说，想赚钱这件事本身无可厚非，毕竟我养着这一大批团队的最终目的一定是要挣钱的，而不是来过家家。但是我始终认为，如果你只以赚钱为目的来设计游戏，最终的结果反而是你一定挣不到钱。鲁迅有句经典名言，无私就是最大的自私。同理可得，你越想挣钱，反而可能越挣不到钱。商家发行一款 TCG， 最终的目的是挣钱没错，但是玩家玩一款 TCG， 他们最想得到的是什么？也是挣钱吗？我相信虽然有，但是一定不是绝大多数人的答案。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比如说，有人可能喜欢这种博弈的感觉，有人可能说喜欢收集的乐趣，还有人可能说因为这里有我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是这些其实都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那就是快乐。我玩一款游戏，我最根本的目的一定是为了获得快乐。都说兴趣才是第一生产力，那兴趣能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快乐呀。回首现在任何一款活得还不错的 TCG， 哪个不是站在能让玩家快乐的角度上出发的？只有真正让玩家们感受到快乐，玩家才会打心底里去支持自己喜欢的游戏，去助力官方的行为。谁都不是傻子，大家都能看出来官方到底有没有拿玩家当韭菜。真诚才是绝对的必杀技，你为大家付出了，让大家伙都高兴了，你自然而然也就挣到钱了。本来这期没想说这么多的，结果洋洋洒洒也是逼了这么久，感谢大家能看到现在。刚才讲永恒之轮的故事的时候，永恒之轮的衰败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官方下场把很多稀有卡进行了直接售卖，这让我不禁好奇，假如如果当初万智牌里的那个世界唯一的一张魔戒不是从盒子里开出来的，而是威士忌直接拿出来售卖的，它还会不会有现在这般如此高的价值？也是难得在杂谈里跟
跟大家互动的，希望大家能在评论区积极踊跃的说出你的看法，谢谢大家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派老，咱们下个视频再见了。